欢迎回到我频道哦！又到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喝酒时间了。上次全程台语的那一个请酒影片，大家有看了吗？真困难啊！原来全程讲台语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上次才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台语的那个极限还是有所极限的，有天花板啊，很多字都讲不出来，因为很少用，然后有一些名词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就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好像不是很够。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是来填坑啊！上次答应大家说，来下次喝那个 Tequila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就准备来喝 Tequila。为什么会想要喝 Tequila？ 也就是承上一片影片所提到的，就是自从我看那本烈酒入门书之后啊，我觉得哇写太好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想买 Tequila 来喝喝看。所以我总共买了3款 Tequila， 我们就边把酒倒上边讲吧。我一个一个介绍好了啦。第一支呢，它这个是透明无色的 Tequila。Tequila 它其实有分一些种类哦，比如说像这种最基本款的透明无色的，再来就是它会放到那个橡木桶里面，有时候是波本桶，有时候是像法国橡木桶，然后去做简单的熟成。像这种没有经过橡木桶熟成的 Tequila， 它可以称为白色 Tequila 或是银色 Tequila。Silver Tequila， 然后这一支就叫做老部落银色龙舌兰。龙舌兰呢的产地跟发源地都是在墨西哥，而且啊，其实龙舌兰它不是所有随便乱七八糟龙舌兰什么多刺的那些植物都可以做 Tequila 哦，它是必须要有能够产生比较多糖分的蓝色龙舌兰去做，那也是大家在墨西哥比较受欢迎的龙舌兰，因为它可以容易酿酒。不过因为产量跟成本的关系啦，它一个 Tequila 它从种植到可以采收来做那个龙舌兰酒啊，它其实是需要大概10到12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非常旷日费时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先把这支酒边倒上边说。开箱。老部落银色龙舌兰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有放过橡木桶的，可是我没有买那一支。它这支酒精浓度40度哦，产地在墨西哥。我先放在这边。哇，今天3支酒，这样我要怎么摆啊？因为我平常都是2支，一支一左一右。有一支放中间好了，矮的放中间 ，OK， 银色的你就放在中间。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Tequila 的话它，好，先拿另外一支。接下来这一支 Samboreal， 它怎么好像有 N-word？ 真的这个字可以讲吗？种族歧视。这一支叫做墨西哥黑帽龙舌兰，但我不要念，我不要念它的英文。它里面还有产品介绍，不错哦。他说它是源自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它以盛产优良龙舌兰，传承古老酿酒工艺闻名，秉持的古法烘焙，世代传承酿造技术跟工艺。火烤龙舌兰浓厚香气融合柑橘香气，缔造出独一无二的墨西哥黑帽龙舌兰酒。酒精浓度一样是40度，主要原料是水跟墨西哥龙舌兰植物。这个就是我刚才有提过的啊，它有放进去橡木桶去做熟成，所以它就有 Gold 金牌，这里有写 Gold。然后熟成啊，其实Tequila 的熟成它有那种轻熟成，就是你没有放很久，可能放个几个月的，然后也有比较长时间熟成的，可能放到大概几年的也有。然后因为如果有放过橡木桶的Tequila， 其实会喝起来比较像我们熟悉的威士忌，因为威士忌基本都是一定会过桶的。好，我们来开箱这一支墨西哥黑帽咯。怎么开？转不动是我没力吗？哦，干，怎么难转？靠，怎么怪？超奇怪的，它的开法是先顺向再逆向才转得开各位精英500壮士，你下次有买这支墨西哥的话，你开开看，感觉一下，好特别哦。好，倒出来，我给它
享受那个高级待遇到这个比较能够集中香气的杯子啊，因为我没有一样的杯子啦，我也摔破好几个杯子了，所以呢，可能会在风味上有，因为香气表现上可能会有一点小落差啦，不过应该不会真的落差到非常夸张，我们还是可以辨识它的风味，好不好？那墨西哥呢？墨西哥我们就给它放左边，放这边，墨西哥放这边，然后老部落的话在中间。接下来最后一支酒，这个叫做 Jones 什么？中文是金快活龙舌兰酒，这个也是应该算是比较有名的吧，因为我在那本书上面有看到介绍这一支酒。它酒精浓度稍微低一点啊，它是38度，一样产地是在墨西哥。说到墨西哥，会想到什么？墨西哥辣椒、墨西哥烤饼、墨西哥跨境追捕一些动作片那些，还有那个这个可能要消音。Jones Curvo 应该是 Jones Curvo 啦。哦，这里有讲了，它就是用蓝色龙舌兰的意思啦，这里有写，应该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说得到了一些金牌奖。一般啊，像龙舌兰啊，在美国啊，都是让人家开箱，让人家有那种拿来烂醉用的既定印象。在台湾也很少会有直接纯饮龙舌兰的，除非你是专家，否则的话，龙舌兰通常比较多会拿来调酒啦。但其实有些龙舌兰真的品质还蛮不错的，也是会被拿来纯饮的，也是有的。好，3杯酒都倒上了，我们先来闻闻看第一支那个老部落。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酒心的感觉，就很纯净干净，就是纯净干净清澈的味道，然后有点那种糖的味道，些许的那种莱姆酒的那种蔗糖味。那如果是墨西哥黑帽呢？哦，味道很浓欸，它的香气比较强一点，闻起来就是那种草本植物的感觉，然后比较甜一点，有点像蜂蜜的味道，甜甜的草本植物跟蜂蜜的味道，就是那个墨西哥黑帽。金快活呢？哦，金快活的那个草味又更明显欸，就是这种植物啊，有点芦荟的味道，有点像那种芦荟啊，那种护肤的东西的味道，还有那种椰子壳有没有？那个里面那个丝，那个棕色那个丝的味道，然后它甚至还有一点那种烟草的味道，烟草味。哦，3款的味道都很不一样欸。我们先来喝最简单的纯净无色的版本的老部落，闻起来就甜甜的，很特别欸，哇，我觉得感觉跳脱舒适圈，这不是我们平常会喝的东西啊。我们曾经买过那个 Tequila， 但是没有拿来纯饮，那时候是拿来调酒，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Tequila， 你拿一个柠檬啊，然后用一个盐啊，用那个盐口啊给它磨一下，然后这样喝，然后再咬一口那个柠檬，都忘了敬你一杯了。其实还有一点烟味耶，就我们抽烟的那种烟味，怎么神奇啊？因为就我看到的资料啊，这种烟熏味应该会有在另外一款的类型的 Tequila， 它叫做梅兹卡尔这一款呢，它比较多会有独特的烟熏香气，这是来自于它的那个传统制程，就是它会放在有石头的土窑里面去加热它的龙舌兰心，然后在窑上面用那个木片跟他们废弃的那个龙舌兰的叶片。但是如果是这种它不是梅兹卡尔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才对啊。
神奇，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真的有喝到一点那种烟熏感，那种烟味，也不是烟熏就是那种烟味，烟草的味道，就是闻没有，但喝进去会有一点，OK， 原来如此啊，又了解了一个新世界了。我们来喝一下那个有统称过的黑帽。黑帽闻起来很甜有点像那种口香糖啊，那种蜜糖、蜂蜜，喝看哦。哦，我好像有点懂了这种东西应该是你要培养兴趣才有办法喝吧？因为像我看那本书里面，他就把梅子卡尔拿来跟艾雷岛的威士忌做比较啊。因为它很独特，有烟熏嘛。那但这一款呢，我光是觉得 Tequila 它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了，因为它的那个风味就是我们一般喝谷类威士忌没有的风味，这非常不一样。这该怎么形容呢？我再喝一口，我真的觉得它那个烟草感蛮明显的。可是如果是统称过的话，它理论上会再更圆润一点，然后磨掉一些棱角。甚至会给它带来一些香草的调性，我感觉啦，就是烟熏蜜糖水给我带来的感受，但它烟熏是那种微微的烟草的烟熏，不是那种烟去烧的烟熏，这种感觉不错，好玩。最后一款叫什么名字？最后一款是我们的金快活龙舌兰酒，这是比较知名的，世界上比较畅销的真的很多肉植物的味道，会让我想到芦荟就是我们平常不是晒伤的时候会擦那芦荟吗？芦荟，然后还有一点点化妆品的味道，女性化妆品，还有那个爽肤水的味道。好啦，喝喝看啦。我皱眉是因为它是里面气味最强烈的，它那个草味啊，然后还有那种好像类似那个植物是什么讲不出来，反正就龙舌兰的味道，但是它那种植物的强度、那种调性、草本感很强。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开始会喝不惯，但是你喝酒说不定会喜欢上的一个风味。龙舌兰应该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它这支金快活有点带苦味因为我前面2支的话是没有到这种苦味，金快活稍微在尾韵的部分带了一点苦，细微的酸质然后化妆水爽身粉薄荷感，然后它最后是甜中带苦金快活这样还能快活吗？可能真的金快活拿来调酒会比较适合吧，因为纯饮我觉得它个性有点太强烈了，可能我还没适应啦，就像那个艾雷岛威士忌，你还不适应的时候，你会觉得喝起来这是什么东西那种感觉我 Tequila 的金快活对我来说的感想目前是这样子。那反而这个 Silver Tequila 感觉喝起来最舒服我反而最喜欢这支就是可能因为我喜欢那种纯净感吧，我不一定要去喝到很复杂的风味，就它里面那个草味是里面最轻的，然后它的甜感跟纯净感是里面最高的，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我有机会会这个老部落，我应该会再去买它的那个金色版本的，就是它有统称过的，我想要买来喝看看。我最喜欢这支，不管是它酒体浓度饱满的感觉，然后还有它的独特香气都做得很好，我很喜欢，圆润的。再来复习一下黑帽，其实黑帽也蛮香的我觉得也蛮喜欢的它是那种讨喜的甜味，蜂蜜甜香说到产量不够因为蓝色龙舌兰的产量并没有那么多，像我们刚才这个 Jones 我们的 Jones 它的金快活它就是标榜说它就是用蓝色龙舌兰，那因为蓝色龙舌兰的产量没那么多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可能都会放大概 51%， 然后 49% 呢会放其他的那个糖味物质去提供给那些酵母菌做那个发酵。Mexico，
好啦，今天我们这3款 Tequila 就喝完了。Tequila 影片是否会有人看呢？是一个谜啊。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认真品饮 Tequila 啦。那为什么会选这3支？是因为稍微容易买，我是在那个大卖场买的。那有几款书里面有介绍到的话，反而在大卖场没看到，就蛮可惜的。像那个梅子卡尔啊，我好想买来喝喝看哦。可能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酒庄，再特别找找看。然后还有那个老部落的，我会想要再买一下它的统称过的 Tequila。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看完这个 Tequila 的纯饮的那个介绍之后呢，也对 Tequila 有更多一点认识，然后也会想要去买个 Tequila 来喝喝看。那你也可以拿来调啊，就是一般最常见的喝法，好不好？抹个盐口，喝下去，咬一口那个柠檬。到底是先咬柠檬再喝还是怎样啊？顺序是怎样？我有点忘记了，大家再自己那个查一下好不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收看，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